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全球瞩目的大转变，美国为何会突然宣布一项惊人的新政策，对中关系来个180度大翻盘？为什么川普总统如今高喊反共，把矛头直指中南海？美中之间的对决如何一路升级到如今白热化的局面，甚至让北京当局措手不及、猝不及防？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惊涛骇浪？我们一一深入探讨。首先，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十年前。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美中破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强调所谓接触与建设性合作。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打开了双边关系的大门。1979年，美中正式建交，美国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纳入联合国，一中政策成为美国外交的基石。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界相信一种理念，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和全球经济，中国终将走向自由市场，甚至民主化。从克林顿到小布希政府，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鼓励美企赴华投资。那时的想法是让中国富起来，中产阶级壮大了，自然会要求更多自由。换句话说，美国以善意期待换来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然而现实并非童话，中国经济起飞的同时，政治上却一路收紧，高压统治丝毫未减。特别是近10年来，风向完全变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权不但没有随着富裕而开放，反而走向更强烈的威权和民族主义道路。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在国内大搞个人崇拜，对外则高调宣称东升西降的新时代。中国在南海疯狂造岛军事化，声称几乎整个南海为其领海，在东海不断骚扰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钓鱼台列屿。中共还对内镇压新疆维吾尔族，设置庞大再教育营，对香港挥舞国安铁拳，撕毁一国两制承诺。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粉碎了西方对中共会和平演变的幻想。在美国国内，民意和政界对中国的看法也急转直下，尤其2018年以后，中美矛盾全面浮上台面。当时，川普总统发动了一场划时代的贸易战，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试图逼北京缩减贸易顺差，停止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这是美国首次明确对中国采取强硬经贸手段，以往几届政府从未有过如此大动作。同时，美国开始围堵中国科技崛起，禁止华为等中企参与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理由是国家安全威胁。川普政府甚至出手限制微芯片等高端技术出口中国，点明中共是对美国未来繁荣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可以说，从2018年起，美中关系进入对抗新时代。然而，就在川普第一任期结束后的短暂几年里，美中关系似乎经历了一个摇摆。2021年上任的拜登总统虽然在很多对华政策上延续强硬，例如保留了前述关税和制裁，也推动对中国高科技封锁，特别是半导体晶片设备的出口管制，但他同时尝试在气候变化、打击毒品等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他于2023年派遣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等高官访华修补关系，并在2023年11月的旧金山 APEC 峰会与习近平会晤，希望为紧绷的双边关系装上护栏。一时间，许多人以为美中关系或许能就此止跌，进入某种竞争中带有合作的缓和状态。然而，真正的风暴正在酝酿。关键点来了，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完全翻盘对中政策？这其中一个直接导火索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巨变。2024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前总统川普强势卷土重来，再次入主白宫。川普政府上台后，立刻对前朝对华的半吊子路线大加抨击，认为过去几年对北京有所软化是严重误判。他决心进一步升级对中强硬，甚至全面扭转40多年来的接触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在2025年初就职演说中的明销暗火，他暗示美国过去被中共占了便宜，现在是时候拿回我们的一切了。据媒体报道，他在就职第一天就签署多项涉及中国的行政命令，把矛头对准中共政权。例如，他可能宣布对中共的技术窃密和影响渗透行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下令全面清查中共在美国各领域的渗透。还有消息称，川普打算重组政府部门，成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共威胁的新机构，汇总情报、经济、技术等手段来对抗中共影响力。所有这些动作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对华政策要全面翻盘，过去那一套交往换合作的戏码彻底作废，取而代之的是强硬到几乎接近全面对抗的路线。川普反共的立场更是昭然若揭。今年11月初，川普总统正式宣布，全美将每年11月的第一周定为反共周，公开号召全国人民缅怀共产集权的受难者，重申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决反对。在他的演讲和公告中，川普猛烈抨击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极权理念，在全球造成了1亿多条人命的逝去和无边苦难。他说，共产主义所到之处必定剥夺自由，扼杀信仰，让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血与泪的悲剧之中。他还警告说，今日某些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不过是旧红货披上了社会正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外衣，试图蛊惑人心，但本质上还是要人们交出自由，换取政府的全面控制。川普强调，美国将永远拒绝这种邪恶意识形态，绝不让任何集权体制，无论是外来还是本土的熄灭自由之光。这样高调、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反共宣誓，在冷战结束30多年后重现白宫，震惊了不少国际观察家。一时间，人们仿佛回到了里根总统怒斥苏联为邪恶帝国的冷战岁月。那么，美国为何此刻选择如此公开而彻底地对中共摊牌呢？除了美国换了领导人这一内因外，其实还有诸多外因和导火线，使得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上下的共识。想象一下，过去几年中共的一系列行径如何一步步激怒了美国朝野。2023年年初，一颗神秘的高空气球出现在美国上空，悠然飞行，最后被五角大楼战机击落。事后证据显示，这并非气象气球，而是中国的高空间谍气球，沿途搜集美国敏感军事情报。这起事件让美国民众大为震惊，长久以来第一次有外国飞行器如此公然侵入美国本土领空进行谍报。美中关系本就剑拔弩张，气球事件无异于火上浇油，导致原定的美中外交接触中断，美国舆论对中共的不信任感飙升。不止如此，美国执法部门近年来连番破获中共在美非法渗透活动， FBI 查封了设在纽约、洛杉矶等地的中共海外警察站，揭露中共派人在美监视、骚扰甚至绑架在逃意见人士。美国司法部起诉多起中共间谍案，包括美籍军人、政府承包商被收买刺探军事机密。据国会的一份调查，美国自2021年以来已经发现超过60起中共针对美国的谍报与非法影响行动，被称为中国威胁缩影。还有美国海军的2名水兵在2023年被控为中共提供敏感军事情报，甚至有传言指出中共试图拉拢美军高层。当然，这些指控仍在调查中，但已在军政界引发寒议。一桩桩谍影重重的新闻不断曝光，叫美国社会彻底警醒，中共并非远在天边的威胁，而是就渗透在眼前、身边。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剧烈转向其实早有苗头。国会两党近年来少见地在对抗中共上形成共识。2023年，众议院专门成立了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调查中共对美国的全面威胁，从经济到军事到意识形态，一样不落。他们举行听证会，曝光中共压榨维吾尔人的残忍证词，揭露美企对中依赖的风险等等，唤起美国公众对中共本质的再认识。可以说，在华盛顿如今，对中强硬是少数能让两党放下纷争站在一起的议题。毕竟没有哪个政客愿意在此时被贴上对中共软弱的标签。对决升级的另一条战线，在经济科技领域，美国这次翻盘对中政策可不只是口头声明和政治姿态而已，而是动真格、出重手，掀起了全方位的对抗。当前，美中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见的科技冷战。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半导体技术封锁，
禁止最先进的晶圆制造设备、EDA 软件、高端芯片出口中国，断绝中共发展尖端军事技术的命脉。同时，美国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限制，把数十家中企列入贸易黑名单，包括人工智慧、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公司，防止他们获取美国技术。今年以来，更传出拜登政府和川普团队不约而同考虑全面禁止 TikTok 等中资应用程序在美国运营，担心这些 App 搜集美国人数据，进行舆论操控。虽然禁令尚未落地，但已经体现出美方对中国科技渗透的零容忍。此外，川普政府还瞄准了中国庞大的对美投资和商业存在。据报道，川普正在推动法规，要求中国企业从美国股市退市，除非接受更严格的审计监管。这其实是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动作，目的在迫使中企遵守国际透明标准，否则就滚出美国金融市场。还有计划削减美国对华出口的敏感产品许可，以及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尤其不允许美国资金帮助中共发展尖端科技和军工产业。这些措施被概括为经济脱钩的一部分。美国不再天真的任由自身经济与一个潜在对手深度绑定，而是审慎地拉开距离，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军事上的对峙更是前所未有的紧张。近年来，中共军力发展迅猛，在核武、高超音速导弹、海空军舰艇数量上对美构成挑战，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应对，中美双方都在环绕台海和南海秀肌肉。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频繁巡航南海，美军驱逐舰一再驶过台湾海峡，强调所谓航行自由，而中共解放军则多次出动军机、军舰对美方行动进行抵近监视乃至危险拦截。双方军机在南海上空差点相撞的惊险瞬间，军舰在台海南北对峙的画面，如今都不再稀奇。美国意识到，光靠自身军力投射还不够，还需要整合盟友资源来共同围堵中国。于是，我们看到一系列新的联盟和协议出现，美日加强军事合作，日本甚至修改防卫战略，预算翻倍购买美国飞弹，计划部署射程可及中国沿岸的远程导弹。澳英美签署 AUKUS 协议，澳洲将获得美国核潜艇技术，未来澳洲核潜艇将游弋于南海，使中共海军忌惮。美韩在朝鲜半岛进一步整合反导和情报系统，以防中朝威胁。印度也在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中和美日澳走近，联合军演向北京示警，一张针对中国的印太包围网正在织就。美国正试图复制冷战对付苏联的套路，在军事上把中共钳制在亚洲近海。可以说，如今美中对决早已不限于单一领域，而是全方位升级，从外交到军事，从经济到科技，从意识形态到人文交流。是的，连人文交流这块过去被视为中美友好的基石的领域，如今也难幸免于波涛。这就不得不提川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移民和签证新政。现在的白宫坚信，中共长期利用赴美留学生、学者和侨民网络来偷取技术，进行间谍活动，因此他们对中国人赴美深造和移民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审与限制。2025年3月，新任国务卿卢比奥一次性撤销了300张中国留学生的 F1 签证，导致这些学生无法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则更进一步，直接终止了数千名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合法身份、学生记录，使他们陷入无法就学、无法工作的困境。到2025年下半年为止，统计显示，美国当局已至少吊销了6000多张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生或学者签证，并注销了近5000名外国学生的在学记录，许多仅仅是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理由，例如参加过某次抗议活动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敏感言论。甚至有学生因为一次钓鱼违规罚单或超速驾驶就被认定有不当行为而失去签证资格。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真实发生了。这波风暴让数以万计来美留学的年轻人惶恐不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学生，他们有人被迫中断学业离境，有人即使留在美国也如同困在孤岛，不敢回国探亲，因为离境就可能再也进不来。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留学生因此开始自我审查，
不敢参与校园政治活动，不敢在网络发表任何可能引起美国官方误会的言论，以免惹祸上身。例如，有中国学生甚至主动退掉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评论文章作者署名，或刻意绕开校园的言论自由区，生怕被贴上某种标签。可以说，美中紧张已经渗透到年轻人的命运，横亘在原本美中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上。这一连串强硬措施的出现，也难怪许多华人圈子议论纷纷。在川普严苛的新移民政策下，普通华人到底该如何自处，如何才能留下来？这绝非危言耸听。从高技术人才的 H-1B 工作签证备课以天价费用，到针对中国学生的背景审查愈加严苛，要求公开社群账号供审查等等，再到禁止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移民美国的倡议，美国的对华人出入境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支持者说这是为了国安需要，防范间谍，但反对者批评这种一刀切做法有歧视之嫌。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显示出美国全面防堵中共渗透的决心。北京当局肯定没有料到，美国竟会连留学生和移民都作为对中博弈的筹码。毕竟，在冷战时期，美苏对峙也从未阻断过彼此人民交流。如今，美中之间竟走到这一步，实在令人唏嘘。美国此番全方位出击，让北京措手不及。中共高层原以为美国内部竞争激烈，社会撕裂，无暇也无力在对华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加上中美经济高度交融，美国商界长期充当稳压器，不至于允许华府走得太远。然而这次，北京明显误判了形势，美国非但没有因内部问题而对中手软，反而仿佛醍醐灌顶，彻底清醒。从白宫到国会，从共和到民主，大家异口同声认定中共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过去中共擅长游说，拉拢华尔街和美国大企业为其说项，如今这些公司自己都在重新评估对华依赖的风险，陆续把供应链往外转移，甚至连过去最重视对华合作的硅谷科技巨头，现在也不得不配合政府政策，限制与中国的技术往来。北京引以为豪的市场魅力，对美国决策者的诱惑力正在下降。更要命的是，北京此时自身正处于内忧外患交加的疲态。中国经济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后，近年来明显后继乏力，房地产泡沫破裂，几家大型房企接连暴雷，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创下历史新高。官方干脆停止公布相关数据，但据估计2025年仍高居 15% 以上的水平，意味着千万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像样工作，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窘，不得不削减基本公共服务，引发民怨四起。中国总人口在2022年开始出现净减少，劳动力逐渐短缺，养老负担沉重，所谓未富先老，令人忧心。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中共对抗外部压力的底气。正当中共焦头烂额之际，美国却在外交军事上步步进逼。2025年，美国一连串挺台湾、抗中共的动作，尤其让北京感到头痛。例如，川普总统在12月初签署了《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至少每5年一次，检讨并提升美台官方互动准则。这意味着美台官员往来将更趋频繁和公开，高阶官员互访可能成为新常态。此举无疑进一步蚕食北京所谓一中原则的权威。台北当局对此欢欣鼓舞，感谢美国以具体法律行动支持台湾的民主和安全，而北京外交部则气急败坏地谴责美方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重申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强烈不满更多体现在口头抗议上。虽然中共军方稍后在台海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作为警告，但相比此前裴洛西访台时动辄包围岛屿军演的激烈反应，此次北京的行动明显节制许多。有分析认为，北京是在试图冷静应对川普的挑衅，避免陷入他设下的陷阱。是什么陷阱呢？这就是北京现在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中共不甘示弱，必须对美方的步步进逼有所反制，否则在国内颜面无存。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反应过度，
比如对美国的挑战采取极端军事升级，反而正中华府下怀，给了对方团结盟友甚至动武的借口。于是我们看到北京眼下的回应颇为克制，外交上继续言辞抗议，军事上小打小闹展示姿态，经济上则试图拉拢其他国家共同抗衡美国的胁迫。习近平当局现在频频向全球南方喊话，谴责美国搞新冷战，试图塑造自己是抗击霸权的正义一方。然而这套话术的效果有限，毕竟中国本身体量巨大，又在南海欺压邻国，很难让人相信他是无辜受害者。北京可以说是被美国这突然的翻盘打了个措手不及。此前习近平坚信时间和势在我方，他认为中国发展势头不可阻挡，早晚 GDP 超越美国，美国内部撕裂，民主失灵，长远看挡不住东方崛起。然而美国这一连串凌厉操作仿佛在告诉北京，别做梦了，我们不会坐以待毙。习近平或许低估了美国社会的自我调整能力和盟友网络的强大，也高估了自己手中的牌。一旦美国下定决心对付一个对手，调动的资源远超北京的预期。现在的情形是，北京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外部挑战，而且来势汹汹。中共高层深感意外，因为过去他们一直认为美国不敢真正与中国撕破脸，毕竟两国核武相互保证毁灭，经济深度交织。然而现实情况虽未到冷战式全面对抗，却已相去不远。中共官媒如今每日指责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内部支持，可这也反映了北京心中的恐惧。如果美国真要玩政权更迭的戏码，他们该如何招架？是的，不要以为美国只是做做姿态。有人认为川普等强硬派的最终目标已不仅仅是改变中共行为，而是让中共垮台。比如有美国重量级智库人士公开表示，与其寻求改变中共，不如加速中共统治的终结，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彻底消除威胁。这种言论过去属禁忌，如今却开始出现在公开讨论中。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国和中共的斗争就不再仅仅是地缘政治博弈，更像是一场意志与体制的对决，自由民主对专制集权，谁能笑到最后？那么未来会怎样？美中之间是否注定迎来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尽管双方目前尚维持基本的外交接触，例如2025年10月，川习在韩国会面寒暄，据说川普明年4月还将访问中国，但那更像是一种危机管控，竞争对抗是主旋律，对话只是为避免擦枪走火失控。我们不能排除台海或南海某天出现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一旦误判升级，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有观察人士打了个比方，现在的世界正站在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从未见过的险峰，美中两强的对抗轨迹越发像当年美苏对峙。然而与冷战不同的是，当前全球化下，双方经济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竞争更复杂，脱钩更痛苦。或许未来多年，我们将看到一场有限冷战，在高科技、军事、安全领域壁垒森严，互相提防；在经贸民生领域则小心翼翼，维持最低程度的合作，以免玉石俱焚。但也有人担心，随着敌意螺旋上升，终有一天任何领域的合作都会荡然无存，世界将被一刀切分为两个阵营，这将是人类自冷战以来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对中政策全盘翻转？简而言之，是历史洪流与现实压力共同塑造的结果。多年累积的矛盾此刻总爆发了。从美国角度看，他们认为之前对中共太天真，现在亡羊补牢，已经刻不容缓。从中共角度看，他们则感到被美国逼到了墙角，不得不背水一战。然而历史常常充满讽刺，美国当初拥抱中国是为了避免敌对，如今美国强硬对抗也是被同样的中国逼出来的。两国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耐人寻味。结局将如何书写，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置身于历史转折点。北京当局一时不知所措，但势必很快祭出对策，也许加紧内部镇压，强调全民同仇敌忾，也许加速拥抱莫斯科、德黑兰之类的反美盟友，组建另一个阵营。更可能的是，
同时暗中寻求与华盛顿某种程度的和解，以拖延时间。毕竟对中共而言，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如果态势对己极其不利，他们不排除战略收缩，甚至做出表面让步，等待美国政局下一次变动的机会。对美国而言，路线既定后也面临考验，强硬施压是否真能改变北京行为，还是会把局势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美国国内也有不同声音，担心全面对抗会造成经济损失甚至战争风险。不过目前看来，强硬派占据上风，而且随着大选政治加持，没有哪位美国领袖敢对中示弱，所以短期内美国对中共的压力只会增强，不会减弱。最后，我们不禁要问，美中对决升级，未来会否走向失控？两国元首虽然还有对话，但信任早已荡然无存。一边是决心敢为全球自由秩序自认道义领袖的美国，一边是坚称民族复兴不可阻挡，自视百年宿敌的中共政权。双方都认为历史站在自己这边，谁也不愿退让。如果没有奇迹出现，新冷战的铁幕恐怕正在缓缓落下。我们只能希望在这场大国角力的惊涛骇浪中，理性终能占上风，避免人类重蹈战争覆辙。但眼下我们正目睹历史的巨轮轰隆向前，美中关系正经历改写剧本的一刻。美国政策的突然翻盘，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格局的开端，而这开端注定充满风险与变数。世界屏息以待，北京也在暗自权衡。这盘猝然升温的博弈棋局中，谁能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